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个俗语，叫做7年之痒。7年养到最后8年，如果你没有做处理，它就会砰破裂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书全，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里。大约在现在想起来已经20多年的时候了。20年前，我的人生走过一个非常的低潮，我离婚了。然后在那个时候，生活上、工作上都有了非常剧烈的改变。更糟糕的是，那个时候我还正在读我的 EMBA。那个学期，我记得那天晚上下了课之后，在企管学那个 EMBA 的课程里面，我上完课，我心里面非常的低落。我记得那天晚上在台大，外面下的雨，已经是9点半10点钟的时间，然后停车场都是黑黑的，然后我就从那个企管学的那个大楼冲出来，然后冲到一个屋檐下躲雨。刚好躲在那个躲雨的时候呢，旁边也有一位同学在那边跟我一起在屋檐下。那时候天气很冷，然后我们就躲在那边。这位同学在课堂上，他知道我正走过一个人生的大的低潮。他说 ：“David， 我知道你离婚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2580？啊？什么叫2580？没听过。”他说：“老师在课堂上没跟你讲。” No， 没人跟我提过2580。那我今天跟你解释一下。Yeah， 他说2580其实就是2年、5年、8年、10年的意思。我说那然后呢？他说其实你想一想，我讲个故事你就懂了。有一群人，他们想开一个 coffee shop， 大家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开个咖啡店，好爽。所以大家把所有的这个热忱、所有的财力、所有的时间，全部都一起来经营这个咖啡店。头2年是他们的蜜月期，大家都很努力，都有共同的目标，一起来做这件事情。但是2年的蜜月期过了以后，他们有一些人因为父母亲过世，家里面有一些变动，工作上有些变化，或者男女朋友吵架分手，所以这些人的生活、私人生活上、健康各种因素开始出现了变化。所以呢，有些人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进去在这个 coffee shop 里面。但是呢 ，coffee shop 经营的很好，这个咖啡店经营的很好，他们继续想办法克服所有的困难，继续往下走。但是所有的企业，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，你去看一看统计，所有的企业80%大概到了第5年左右，最后都关起门来，结束营业。因为呢，他们的生活之中有了一些变化，到最后有些时候就撑不过去了。大概在第5年的时候，80%的企业都关门了。最后剩下的那个20%的企业还可以继续往前走，他们就很拼命的克服所有的万难，一直冲，一直往前冲，冲到第8年的时候呢，他们这几个伙伴开始想办法出场，我们称它叫做 exit 出场。因为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准备同样的咖啡，都要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们开始疲倦了，他们想换一下不同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到了第8年的时候，15%的厂商基本上
完完全全就关门了。最后剩下的5%的厂商，因为他们的业绩做得很不错，表现非常优异，所以呢，最后这5%的厂商想尽办法继续往下走。这5%的厂商只有3种状况可以出场。几个合伙人做了8年，其实都很累了，就想换一个生活方式了。所以到了第8年之后呢，这些合伙人都在想办法如何出场。第一个就是拉下铁门不干了。第二个，如果营运的不错，或许有一些大公司看上了你，就把这个小公司给并购了，叫做 M&A Merge and Acquisition， 就是把它并购起来了。如果你的公司营业的非常非常好的话，大概有一部分的公司就准备 IPO， 就是股票上市。一旦股票上市之后呢，这些就变成专业经营者进来经营这家公司，然后呢，股东的责任就慢慢可以交给这些专业的人去做，他们就可以慢慢出场。所以出场只有3种方式：一，拉下铁门不干了；二，并购；三，股票上市。我说 OK， 这个我们在课堂上都听过。那你要跟我讲什么，同学啊？我现在面临的离婚，我的事业全部毁了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小孩全部分散了。你现在要跟我讲什么？这位同学在旁边跟我说 ：“David， 我想告诉你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太责难你自己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性，2、5、8、10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其实就因为一个原因，不变的原因，叫做疲倦。我们人都会疲倦，更不要说机器，任何一个机器、飞机都会疲倦，金属疲倦，更不要说我们人都会疲倦。人与人之间相处也会疲倦，当初的新鲜感慢慢不见了，你欣赏对方的这些优点，慢慢已经变成灰色了，原来是彩色的，变成灰色的了。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。我就反过来问同学，那你要我干嘛？他说 David， 我之所以要告诉你2580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你懂得的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就有办法去解决问题。他说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问题的存在。就像有句老英文的一句俗语 First thing to solve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ere is one， 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问题的存在。问题就是疲倦。我继续问我旁边那位同学，我说那要怎么去处理呢？ David， 你听懂2580这个状况之后，一家公司从公司的角度，每一个员工如果在你公司服务了2年之后，你的人事部就要开始想一想，如何让这个同事，让这个员工移到另外一个职位去。到了第5年的时候，是不是把这个员工从上海调到北京，或是从台北调到高雄？如果到了第8年之后，是不是把他从台北调到香港，或是到国家换一个地方，做一个不同的工作，一直不断的让这个员工有不同的，在不同的地方接触到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国家，他才有新的这个动力。如果一直放在，就算这个员工再怎么好、优秀的员工，如果你的人事部不知道如何运用的话，这个2580的原理，你的人才也会不断的流失。我问他说，那么如何运用在我的家庭生活上？
他说 David， 同样的，前2年是你们夫妻之间的蜜月期，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。2年之后，从第2年到第5年之后，你们开始要调整一些生活的模式了。无论是在生活上的相应上面，甚至到你的性生活上面，都要开始做一些调整。但是夫妻之间如何去建立那个互信，如何给对方足够的空间，因为你要了解这个疲倦，如果你把它卡在一个原来的地方，然后又认为你就一辈子可以往这个方向，同样的模式不改变，这个东西会持续下去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所以一旦你了解承认我们人类有一个东西叫做疲倦这2个字，我们就开始能讨论如何去改变你的婚姻生活。2年、5年、8年、10年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周期、中周期、大周期、大的周期。如何在这些周期的转换点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个俗语叫做7年之痒。7年养到最后8年，如果你没有做处理，它就会砰破裂。所以在每一个这个8年之前，你有责任，身为一个领导者、家庭的父亲、家庭一个老公、一个家庭的主导者，你要去开始想一想，如何改变你们2个人之间的生活模式，甚至性方面各方面的模式，这是你要来开始主导，开始去做调整啊，接受这个事实。我听完这位同学跟我讲完了之后，我才终于恍然大悟。年纪轻的时候，我都一直想，婚姻不是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件事情吗？大家在一起，共同的目标，共同建立共同的生活。但是从那天晚上，我终于看到我自己的问题，没有去接受，去改变，去调整我自己。2年、5年、8年、10年，在家庭里面如何做调整，在事业上，我也忘了为我的员工同事们做调整。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镜头，把2580的概念跟各位分享。无论你是公司里面负责人事部的，无论你是公司的主管，当你的员工到了2年、5年、8年、10年之前的半年，就开始为他想在前面，开始帮他设计一些不同层面的一些工作，甚至送他去受更好的去进修班，去上一些课，帮他付钱，去为他去进修，然后他有更高的层面可以带到公司里面为公司贡献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从公司、事业、感情、人事，记住有一个东西叫做疲倦，不要忘记2、5、8、10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然后走在你的员工的前面，走在你的夫妻的感情的前面，然后开始做一些铺陈的东西。时间到了不同的周期快结束之前的半年，就开始做一些慢慢转换的一些铺陈的一些作业。我相信你会做得比我更棒。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教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